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7月11日，一条热搜迅速登上各大平台的热搜榜，但这次不是什么明星黑料曝光，而是辱华事件。众所周知，台湾一直是属于中国的，是中国不可缺少和分割之一。在对于台湾问题一事上，这是我国的底线，更是我国不可触碰的底线之一。可此时却有知名品牌公然辱华，公然分裂。细查之下，还发现许多一线顶流明星参与其中，曾纷纷为其站台。这下不单惹起了广大网友的众怒，就连官网也是怒不可遏，立马发文怒批。没错，说的就是宝格丽，果然是本性难改。7月11日，有网友爆料，宝格丽在外网将台湾与中国并列成为国家，引发粉丝的不满。据悉，宝格丽在中国国内的官网显示正常，台湾是地区，而到了新加坡的网站上，台湾就成了国家了。此次出现问题的是新加坡的中文网面，在中国大陆是看不到的。在新加坡的网面上，宝格丽写着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台湾，台湾前面没有加中国，说明他两副面孔，对内一套，对外一套，阴险狡诈之极。对内的一套就是为了糊弄中国的消费者和粉丝的。而且在新加坡的网页上，宝格丽对于国家的名称都做了加粗处理，台湾竟然也被加粗了，充分说明宝格丽的立场和原则是有问题的，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问题很严重。宝格丽是意大利罗马的一线珠宝品牌，属于奢侈品牌，创立于1884年，已经是100年老品牌了。不单如此，中国更是宝格丽最大的市场之一，每年的销售占比与其他国家相比，一直都是名列前茅。在中国，宝格丽深受有钱人的喜欢，成为有品位的追求选择之一。因此，这些年来，宝格丽在中国挣的那叫一个盆满钵满。这么大的一个品牌，居然在原则问题上如此让人气愤，太失望了。面对宝格丽那不安分的心，网友们愤怒不已。就连宝格丽的中国忠实粉丝们也强烈表示了不满与抗议，纷纷表示让宝格丽给个说法，不然就滚出中国市场。在没有外人面前，我们自家兄弟姐妹说什么都可以，毕竟再怎么吵，我们都是一家人。但在外人面前，我们一直，并且一定要团结一心。随着事件不断发酵，当日晚8点左右，宝格丽通过官方微博发出声明，表示品牌在海外官网上因管理疏忽发生店铺地址和地图标识误主，发现后已立即纠正，正在联动第三方国际服务商确保正确标示海外官网上的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声明的第一句话，宝格丽强调了公司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在宝格丽发布声明后，此前将台湾单独列出的新加坡官网已将台湾改为台湾地区。不过，风波并未就此平息。中国网友认为，宝格丽只在国内微博发声明，而在外网沉默只是一种敷衍。连人民日报也开始喊话宝格丽道歉，别弄成专供中国大陆。截至发稿时，宝格丽在外网并未就此事进行表态，此事目前还在发酵中，而压力也都给到了代言人身上。据悉，宝格丽品牌的代言人和形象大使很多，高达14位，其中2位全球品牌代言人刘亦菲和舒淇，1位大中华区品牌代言人蔡依林，6位品牌代言人杨洋、吴磊、范丞丞、佟丽娅、文琪、赵露思，1位品牌形象大使徐凯，2位香氛亚太区代言人刘雯、杨洋，3位香氛大使毕雯珺、李文翰、吴宣仪。截止到目前，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14位艺人没有一人站出来解约，同时宝格丽也没有公开道歉与回应，任凭此事发酵。网友说，这时候明星都会装傻，尤其刘亦菲和舒淇。舒淇总是在关键时刻模棱两可，刘亦菲长期在美国生活，家人也在美国，她不拍戏的时候都在美国，因此网友都说她来大陆纯粹是为了赚钱。而舒淇同样是如此。2021年，娱乐圈几乎所有明星都转发了支持一个中国的微博，很多台湾的明星没动静，其中就包括蔡依林和舒淇。2015年，舒淇还被曝在戛纳电影节上手动将自己的国籍从中国改成台湾，后来舒淇的工作室否认，舒淇也发文否认，但内容模棱两可，只说和平与爱之类的词语，并没有明确表明立场。舒淇这几年的事业一直都在大陆，人气挺高，已经赚了好多钱了。她在微博上平时也是非常活跃的，
经常帮朋友转发、宣传、点赞、评论，可在关键的国家节日纪念日上总是沉默。刘亦菲出生于湖北武汉，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国内度过的，后来才去了美国。按理说她应该感恩国家、感恩社会才对，可是她在外国经常说自己是亚裔，而不是华裔。舒淇出生于中国台湾新北，起初在中国台湾发展，曾获得金马影后，一举成名。但最近10多年都是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她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还有很多人脉在这里，她应该对大陆有感情吧。除了工作上的事情，还有喜欢她的粉丝，她的粉丝主要也是在大陆这边。然而在关键时刻，她却总是模棱两可，被指原则有问题，和蔡依林一样。回想起2021年的新疆棉事件，许多一线大品牌也涉事其中，例如阿迪达斯和耐克等。面对外国那些为了市场然后不怀好意的不安分子，许多明星们纷纷做出了表率，立马和涉事品牌纷纷解约，哪怕是会因此而背负上天价的违约金也在所不惜。在解约明星中，其中最值得表扬的便是陈奕迅。当时新疆棉事件一出，陈奕迅便率先和阿迪达斯解约。要知道，陈奕迅可是阿迪达斯的终身形象代言人，他要是单方面进行解约，那他所赔付的违约金可是超级天价的。但纵使如此，陈奕迅还是毅然决然的解约了。见陈奕迅如此，许多明星艺人们纷纷紧随其后，造就了一场明星解约潮。在家国情怀和金钱面前，他们选择了国家，而且是毫不犹豫。现如今，宝格丽又来踩底线，这是想要挑战我们的底线啊！对此，有许多网友们纷纷跑到自家爱豆的个人社交账号下留言，告知自家爱豆这件事，并让自家爱豆们进行和宝格丽解约。所以此时除了抵制宝格丽之外，现在大众的视线们就全都放在了那些和宝格丽合作的明星们身上，看他们是要选择家国情怀，还是选择金钱，这就看他们的个人选择了。其实这已经不是时尚和奢侈品牌第一次栽倒在中国领土问题上。圈内梳理发现，奢侈品牌类似问题曾在2018年至2019年集中被爆出。2018年，快时尚品牌 Gap 的一款 T 恤疑似大面积删减中国版图，遭到中国消费者的抵制，最终 Gap 以致歉并销毁产品了结此事。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月，人民日报官微发布的一篇文章，除了万豪、香奈儿、宝格丽，竟然也这样做中。就曾点名过宝格丽，称当时中文官网上寻找最近专卖店的选择国家选项中，将中国与台湾并列。时至今日，海外官网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不过这次宝格丽将锅甩给了第三方国际服务商。尽管有了上述品牌的前车之鉴，2019年仍旧有一大批国际奢侈品牌被爆出不尊重中国领土问题，范思哲、纪梵希、蔻驰等品牌相继被爆出 T 恤将香港、澳门与国家名称并列。此后有前出傅蕾诗、MAC 等品牌也有类似问题，一时之间出现代言人和品牌排队解约的景象。然而就在此事不久后，2019年10月，迪奥又因校园宣讲会上展示的中国门店地图缺少中国台湾地区被质疑，问题被曝光，致歉、下架商品。这一系列操作如今已经成为品牌危机公关时的一套标准流程。如果说最初犯错是失误，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同一个问题上视而不见，重蹈覆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品牌所作所为背后的动机了。答案看似很复杂，却也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笃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不管他们如何刻意的辱华，中国人对他们的产品依然会乐此不疲，哪怕暂时受到影响，他们也坚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就还能继续在中国市场赚中国人的钱。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人傻钱多，侮辱你又怎么样？过不了几个月，你们照样还会拿着钱争着抢着去买他们的东西，明星们也会争先恐后的抢着代言。事实果真如此吗？确实如此。曾经有过辱华行为的那些品牌，有的道歉了，有的却至今没有道歉，可他们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依然很畅销，购买的人依旧络绎不绝。不仅如此，那些曾经辱华的国际大牌也从来不缺中国艺人当代言人，曾在官网上将香港列为国家的施华洛世奇。2019年被爆出辱华行为后，彼时的代言人江疏影迅速与该品牌解约，坚定表达立场。
然而后来，演员唐嫣简陋成为了该品牌的代言人，被网友们怒斥不清醒，越糊越简陋，越简陋越糊。可即便如此，她也并未回应，事业未受影响。同样简陋代言的，还有担任辱华品牌 BOSS 雨果中国公益大使的歌手张靓颖，以及不少其他艺人，也有这种简陋辱华品牌代言的行为。是的，他们简陋代言的时候被骂了，有人指责他们赚钱没底线，有人怒斥他们没有骨气、软骨头，可那又怎样？他们的事业受影响了吗？并没有，就像这些辱华品牌一样，他们都知道。别看现在闹得沸沸扬扬，一段时间过去后，就不会再有人提及他们的事。所以，盲目的原谅辱华品牌，一味的降低底线去代言辱华品牌，并不会换来他们的尊重，他们反而会变本加厉，不断的犯错。这一次，希望网友们和明星们都能有骨气点，彻底给辱华品牌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做生意，吃中国的饭，那就请你们尊重中国，不要试图挑战中国的底线和红线，不然等待你们的将会是强烈的驱逐与拒绝。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